其实所有的财经的理论跟实务上最 match 的就是债券，而且我们可以用它的存续期间去算。那一般来讲，20年公债存续期间大概是17年，那代表什么意思？只要你利率降1%，就会涨17%，那你这样看。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王聊财经》，我是刘宣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议员教授郑天仪，要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台股的现况，还有这个未来的投资机会。郑老师你好。大家好。好，老师，我想我们就直接介入这个题目啊。其实这2-3年，其实不止这2-3年，就是美中贸易战之后，国际局势变化很多，一下又跑来什么战争啊等等哦，然后那个 Fed 这些行为等等，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尤其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投资人，他们其实是属于这种就是 trading，他们不是投资的观念，是交易，所以这整个局势跟我们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不晓得说经过这几年的变化，包括一些存股概念或者资产配置，你有没有什么要先跟大家讲说，我们在面对接下来的局势，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或者准备或者资产配置的不同？因为从2020年 COVID-19 之后，整个台湾的投资人的结构以及整个的市场都很大的改变嘛，对。如果您认同我们财讯的经营理念，还有我们的品牌精神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财讯的频道会员。那目前的频道会员呢，有3种赞助的方案，分别是每个月300元、1000元还有1600元。不管您选择哪一种方案哦，我们都会不定期的推出一些专属的影片以及意见调查。那期待您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制作更精彩的节目。我一直在强调的时候，市场上没有景气行情，只有资金行情嘛，也就是有钱的话，人都大班嘛。那市场上有资金的话，整个市场就不管黄金、不管股票或任何金融商品都会涨。那过去的话，整个市场的资金是怎么样注进来的？一般来讲，就是美国联邦基金的利率如果往下调的时候，资金就进来嘛，那个是水龙头。那在2008年之后的话，因为金融海啸。那美国用的 QE 政策，那 QE 是怎么样把钱注进来？它就是一个大水管。那所以在2008年之后，你看台股是不是在2017年5月份的话3万点？那时候3万点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3万点风险非常大。对。但是大家没有想到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来到万点之后一直维持在1万点以上，是因为2008年 QE 政策。那2020年的话，那时候的话无限量的 QE。那无限量的 QE 的话，它注进这个市场里面多了9兆的美金，才让台股从1万点来到18619点。那在2020年 COVID-19 之后，因为台股的大涨，对那时候开始股票涨的时候，那年轻人就进来了。为什么？是因为你只要赚1次2次，你就相信说你在股票市场尝到甜头了。对。那所以在2020年，大家赚了很多钱。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财务自由化。那在2020年的话，这一句话就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也就是这个是一个这样的背景。以目前来讲 ，Q 有在收嘛？对。那每个月大概收了950亿，收了3年，这个整个市场还有6兆美金。所以将来如果你听到说台股会跌到1万点以下，那个几率微乎其微，12000点的几率也非常小。为什么？因为这一段时间过去，我们都靠外资在买台股嘛。那外资连续3年嘛，大概卖了2兆嘛，原因很简单，地缘政治的风险。因为我们在台湾的话，我们不会感受的很深刻，因为我们这几十年来习惯了，对，习惯了。那国外的话，看我们尤其投行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现在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有投信，我们看到投信是不是一直在买？对为什么一直在买？有时候你的股票没有赚钱，为什么都不会跌下来？因为它是 ETF 里面的成分股啊，所以你要了解过去的话，我们只有分析师在分析股票嘛，只有个股嘛。但是现在的结构不一样啊，投信被动型的基金，他们每天都在做广告啊，也就是说，造成这些我们所谓的 ETF 的资金来到我们的股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嘛。那所以我也认为啦只要外资一进来。现在外资进来的嘛，对，那再加上投信的ETF 一直在发行当中，所以我个人认为除了这个资金行情，也就刚才结构性的改变之外的话，很重要一点，我们大概2个礼拜之前看到拜习会嘛，那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就是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啊，是，所以外资就进来。对，这地缘政治的风险啊，我的目的是在讲说中东已经不是问题了嘛，因为我们之前会怕说，因为中东如果引起整个扩大的一个战争的话，石油会往上涨嘛，那你看。纽约原油跌到80块以下啦，那布兰特的原油也是往下的嘛，所以
地缘政治的风险降低了，物价也下降，就是石油也下降了。那再来，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它的产能过剩嘛，对，所以产能过剩了之后，它就倾销嘛。是，中国大料卖10块，它在国外卖不到10块钱，可能7块钱嘛。那这个会引导物价的下跌嘛？过去为什么我们都不会通膨？原因很简单嘛，高科技生产嘛。再来就用开发中国家的很便宜的原物料，再加上什么？再加上人工嘛。对。但是现在的话，虽然不是这样，但是你要了解，中国大陆现在倾销嘛。是。再来，我们要讲到日本，很多人在讲说日本什么叫做货币正常化，日本会升息。我从头到尾说日本不会升息的，为什么它不会升息？大家都想说它会通膨。各位你要知道，日本都会惊通缩了，伊不会惊通膨。所以日本的话，它现在就是贬值下来之后，那它卖出去的东西很便宜啊。所以你想想看，现在我们一直在讲台积电，我就是讲说台积电会就是大元帅会带领台股往上大涨。那果然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台积电大家都讲到说一体必购，市场是利空嘛？但是它日本市场是利多啊？为什么？因为它现在资本支出去买设备很便宜啊，因为日元很便宜啊。再加上的话，它将来在日本做的东西卖出去也很便宜啊。所以这个一个正一个负，那就抵消掉嘛。重点来了，所以美国的通膨从9月份的 3.7 来到 3.2 嘛，接下来我认为跌到 3% 以下应该非常快。那为什么我刚才讲到嘛？第一个就是日本卖的东西便宜，中国大陆倾销，再加上原油都往下降嘛，那这些因素的话都会影响到它的通膨的往下嘛。所以我一直从头到尾我就讲说，10月份美国不会升息，联准会不会升息，明年的话第一季它就会降息。那台积电业绩会不会好？会。为什么台积电会好？因为台积电3奈米的，那10月份的业绩创历史新高嘛，营收。那时候我在2个月之前我就讲了啊，因为我早就知道它的3奈米全部给苹果啊。那接下来呢，它现在到年底的话有4个厂3奈米，一个厂的话5万片，那4个厂20万片。明年的话上半年又2个厂，下半年又2个厂，应该会再更多。那你加起来8个厂就是40万片，那业绩会不会好？会啊。会啊。接下来呢？我之前不是讲说台积电会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地缘政治嘛。我刚才地缘政治是已经解释了。来，我之前是不是讲到美国联邦基金的利率在往上嘛，10年期公债殖利率往上嘛，现在是会往下。那它在往下的当中，台积电的殖利率往上一点点，碰到所谓黄金交叉，那台积电所有的利空都解决掉之后，它的688会不会破？会破。我们是要看在前面的，不要说快要到了才在想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台股。当然，这一段期间从16000点以下的话，一下子来到17400点嘛。那接下来，我个人认为，我刚才讲到了，应该一直到明年的第一季，台股应该都是有行情的。甚至于到明年的第4季的话，美国会选举啊，美国要选举的话，美国股市要不要好？当然要好啊。美国股市要好的话，台股会不会好？会好啊。更何况那时候美国联邦基金的利率就是往下的啊。所以明年的话，台股18619会不会破？我认为。机会非常高，就会往上冲对，非常高，非常高。那有没有什么要特别跟我们讲这个大盘的部分？那大盘我刚才讲到，就是说，因为它会台积电的大元帅嘛，那台积电会引领的整个大盘往上嘛。这一段期间之前的话，台积电已经往上的嘛，再加上很多人在讲什么 AI 已经泡沫了 ，AI 就是还没开始，哪有泡沫啊？你懂意思吗？对啊 ，AI 就是没有，也就是说，将来我们这有很多产业嘛，很多产业的话，就像说智能手机，那智能手机到现在已经好像是顶了嘛，但是 AI 又配合进去，又会有不同的发展。那电动车的话 ，AI 又进去，又有不同的发展，这个就完全会改变了。那改变的时候，那当然我们现在要跟各位谈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台积电，那台积电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大家都没有留意的，这个是我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那这个潜力股的话，我们就想讲到特用化学了。那特用化学的过去一般人为什么不会注意到它？因为之前的话成熟制程用特用化学不多，但是来到3奈米用的就很多了。一般来讲，我们一个晶圆的话12寸的，你要切3奈米的话，大概要切180次，180次你就要洗180次用特用化学。那之前的话5奈米大概90次而已，也就是从5奈米到3奈米那个用的量很大。对，所以现在重点我刚才开场白不是讲到说台积电3奈米的到明年应该有8个厂嘛，那8个厂那个应用的很大。那一般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水燕在生产特用化学的话，它大概一年的产值1200亿，1200亿的话，台积电大概占65%了，我们这边把它估50%，
哦，你这0.5是50%，也就是说，你只要供应给台积电就要600亿嘛。那600亿的话，因为新英材做的东西比11月卖的更便宜嘛，大概70%而已。所以你乘以0.7的话，就420亿嘛。那这个420亿的话，以新英材的它的毛利率大于50%啊，我们用50%算，就210亿啊。那它的资本的再会增值1亿就9亿嘛。那你把210亿除以9亿，我们就不要看了，你想的就快乐。想的就快，那这个只是给各位做参考哦，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把它估算出来的。所以你说它很有可能取代它，就是应该会取代它。如果你看到10月份的话，新英材的营收大爆发的话，那就一直往上。所以我们有一首歌，永远不回头。永远不回头。为什么永远不回头？因为我们很多公司今年有订单，明年不见得人家会订单给他。但是新英材不一样，本来台积电真的是说，我现在新的厂或3奈米才给新英材。那过去的话还是实验，但是实验现在发生问题了，所以有可能，我现在是有可能这些全部都新英材来处理。那这个全部都新英材来处理的话，那将来它的爆发力就很高。等于他不担心订单，但他的产能跟得上吗？跟得上。他有在扩产。你看他上半年才赚2块多啊，他在这一段期间有没有大概240到260一直横向整理嘛？对。那横向整理之后，我们看到5日均线、10日均线、20日均线、季线、半年线全部纠结在一起嘛。这个就如同阿妹一首歌，你的心我的心，结结做伙好大力的来。所以各位只要看到均线纠结有带量往上的话，那就代表什么意思？就代表说这一档个股准备要攻击。各位你要了解，如果连线都纠结在一起，就代表这一档个股已经整理了1年。那整理了1年的话，你1年来对你动得掉不要卖的人，很有耐心的人，他一定留下来嘛。那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一天里面2000多张？如果一张是30万，2000张是不是6亿？钱是聪明的，他会讲话。为什么一天成交6亿？又重点来了，新英材是在新贵的。对，我刚刚正想讲它是新贵，所以各位你要了解新贵的话，你要注意它的风险。什么风险？它没有涨跌幅限制。其实我过去的话，我就一直跟各位讲，看营收如果大幅度的成长，假如说10月份你公告了嘛，11月份公告出来大幅度的成长，没有错，台积电就是开始应用它的特用化学，它之前的一个压力就在280几块嘛，那这个股价会突破280几块，就代表后面你有不知道的故事嘛？你当初在找到这一档股票的时候，因为现在其实股市很难找，你说就算从17000到18000，那个空间也不大。对，那你是先从产业，还是说你是先从台积电，你还是从现行？你通常都怎么样？那我们看到11月发生问题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哪一个有机会替代它嘛？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新英材，而且新英材它本身来讲，谁抚养它应该也是台积电啊。台积电的话，应该有帮忙它嘛，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那些国际资讯其实也很重要，真的要用功就是了。那我刚刚看到你这边有这个嘉禾，它其实之前是纺织类嘛，对，可是这一次是因为 Tesla 的。那各位可以注意一下的，因为这个一般来讲为什么它会站上季线往上扬？一定有事。我这么讲因为它做纺织的，那我当时听到说他应该有拿到特斯拉的单嘛？对对，今天好像有说他拿到 Tesla 的皮卡车的那个座椅的那个。对，我之前就有听到。对，所以就是以后看到现行，如果说它的季线突破而且往上扬的时候，可以关注，可以去多看一下它的这些其他的资讯。我至少我会去找它的资讯。对，所以我这时候找资讯。一般技术面我只有看量跟移动平均线的季线而已的，其他不看的，基本上就这几个重点。对啊，你如果说要停损的话，很多人停损的方法嘛，因为股票市场你要赢的话，一定要懂得停损跟停利嘛，你不可能买到最低点嘛。对，那买到最低点，那当然这个又有一个扣底啦。那扣底这个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先去判断它哪时候准备季线往上扬。老师，那我们再来看你今天要跟我们讲的第3档的你追踪的股票融创。融创的话3437你看它的季线也是一样到这个地方季线还是压着股价嘛，那之后你看一个红 K 线往上，那这个代表一个意思的，后面一定有故事的。融创的话，你看它到去年应该亏钱嘛，那今年上半年也是亏钱嘛，那为什么会亏钱？因为它的mini LED 跟 micro LED 本来用在车用上嘛，因为太早买这些设备了。那买这个设备的状况之下还没有用到嘛，我们就在看它所谓整个 focus 在 NIH 嘛，也就是这个电动车或者传统车。对 Micro LED 讲了很久了，对，可是应该是要准备起。对啊，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的一般的面板放在车上不能折Mini L
跟 micro 可以折，所以将来我们在车上有没有在掏钱那一个 LED 就是用它的，所以你看到它第3季的话开始转亏为盈了哦。为什么转亏为盈？因为过去它的设备很早就买的嘛，大概2015年就开始买了，每一年都要折旧，那明年开始的话，它的折旧跟无形资产的摊体大幅的往下降，也就是说至少每一年都会增加1.2块甚至2块钱的 EPS 嘛。就是那些摊提成本那些以后没有了，对。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档个股你后面可以持续的一个去观察它，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站上这个季线之后，我们去看它毛利率，连续2季都23%，那是代表什么？毛利率大幅度提升。我们那时候就是猜，应该就是应用在鸿海的电动车上，电动车联盟。对，所以说资讯，你的国际资讯，还有你对产业的理解，还有一个其实现行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就对了。好，老师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一阵子从今年年初就一直有人在讲说拿美债 ETF 去避险，去买美债长债这些避险。那现在的话，你怎么想这件事？当然是这样啊。那一般来讲各位你要知道坐过飞机吧？现在的话，很多人有没有都出国去旅游嘛？你旅游的时候一定会坐飞机嘛？那飞机一定会碰到乱流嘛？乱流有2种嘛，一个就是什么小乱流。那小乱流的话，就是说你可以从外资在期货里面的多单或空单去了解。如果它的空单很多的时候，那你就要减码，因为外资一般都用现货做工具的，用期货赚钱的。如果你现在有台股，那将来我们会担心说美国的经济不好我个人认为它会软着陆而已。是啊，它不会硬着陆的。那为什么我会讲说美国明年上半年就要降息？很简单一个原因嘛，因为它之前货币政策大幅度的升息，那这个大幅度的升息大概只要每升息1% 的话，对它 GDP 就会往下降1% 嘛。那为什么美国的经济没有衰退？最主要它的财政政策嘛，它在疫情期间补贴一般民众大概8140亿嘛，它的消费拉上来，这个互相抵消嘛。是。那现在的话，这个8140亿的话，这个超额储蓄的话已经都花光了，花的差不多了，所以明年的话，它的货币政策那个一般来讲，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之后，真正影响到实体经济，它有落后性嘛。也就是说，现在没有财政政策在那边把它抵消掉的话，那明年的话，它就很有可能从软着陆变成硬着陆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明年上半年要快点降息啊，没有的话，鲍尔又会一致的错误啊，就是我的看法。所以债券的话，你很难找到这个机会的。也就是说，你可能在未来的20年或者10年也好，你要看到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来到5% 的几率非常小。那你想想看嘛。其实10年期公债的殖利率就是你养一个小孩子的一个机会成本我生一个小孩子，一直到他大学毕业，你大概要花多少钱？1000万了，1000万以上一定要的。1000万好，那1000万的话，你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刚好有1000万，不养一个小孩子。我现在把它物化了，我只是举例而已。你去买那个5%的，你每一年是不是50万的？对啊，所以人家叫做无风险的这个投资报酬。你要了解，那个债券好孝顺赚了50万全部给你对啊，你养的那个小孩子去工作也是假设的赚50万，因为现在年轻人他给你5000块，你就很高兴的我囝就孝顺呢，5000块就是孝亲费，对不对？这个是最孝顺的5%最孝顺。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债券的殖利率就是你养小孩子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形容很好。对啊，所以我个人认为以目前来讲，它的殖利率大概我们最高来到5%嘛。那我之前我2个女儿大概他在买大概是4%左右去买20年公债 ETF 嘛，就有亏钱嘛。那我在市场在形容说，这一段期间就是所谓的细软的债券行情。但是经过10年，你再回想那一刻或那一段期间，大部分都说干嘛就好笑呀？我哪喜欢你？你怎么会喜欢我？都感觉那时候都很好玩嘛。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你面对的人更多嘛，所以我在讲这个时候，时间是治疗心灵最好的良药。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可以治疗嘛？那你之前亏钱了，一定会回来啊。其实所有的财经的理论跟实务上最 match 的就是债券，所以利率跟债券的价格是成反比，而且我们可以用所谓它的存续期间去算。那一般来讲，20年公债存续期间大概是17年，那代表什么意思？只要你利率降1%，就会涨17%。那你想想看5%降到2%的几率高不高？好，降1%就好，你就衰3年。你降1%，你是不是赚了17？再加上每一年大概配给你3%，9%， 17再加9，是不是26？26除以3，是不是也是8%多？来，如果降2%是34%，再加上9，
43%。对啊，如果降了3%呢，不是不可能。所以我个人认为，以目前你的配置里面应该50% 股票，50% 债券，50% 的债券。对，这是一般，因为你们没有像我那么厉害，所以我可以债券少一点。是啊，你们债券多一点，但是我们债券要多一点。没有，其实我说实在，我是刚才开玩笑，真正的以目前来讲，债券是很难得的一个好机会了。对，我个人估计了哈，这是我个人估计哦。你未来3年，应该你买债券要的报酬率40%至50%的几率非常高。对，我出去其实外面一些财务长或什么的一些投资专家、一些老手也是都这样说。他说至少你报3年绝对赚。我书上也这样写。是。各位，如果你对债券不了解的话哈，大概上厕所的时间哈，每天看一下就看完了啦。你就会全部了解。因为我们一般的投资人，不管股票或是债券，你就是不懂嘛，不懂你就怕嘛。对，你懂的时候，就像我2个女儿各300万嘛，我400万就是1000万啊。我懂它，所以我不会怕啊。那你不懂的话，你都不做功课的话，你就我不知道买什么，是你当然会怕啊。这很简单嘛。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郑庭怡老师给我们非常精辟的演讲，而且还把他的私藏的股票，甚至他自己的这个资产配置秘籍都告诉了大家哦。那我们非常谢谢老师，谢谢你。如果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收看我们其他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